辗转相除法呢，这个 Euclidean algorithm 呢，其实它还有相当多的一个用途。其中一个用途是跟一个数论问题有关的哈。所以我们先考虑所谓一个 Diophantine 的一个等式。那事实上呢，我们的辗转相除法，我们每次在做除法的时候，我们都会得到商啊。这个商每次的 QK 呢，这个资讯我们如果保留的话，我们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啊，再额外再多做一些其他的计算，我们就可以，事实上呢，就可以找到整数，使得我们的 ax 加 by 就会等于我们的 ab 的 GCD 啊。那一旦这个 x 跟 y 能够解出来的话，我们当然也可以再进一步，就可以得到下面这样的一个定理啊。这样的定理是说，假设我们的 a、b、d 呢都是整数，那我们的 Diophantine 的一个等式啊，也就是 x 加 by 等于 d。这边当然 x 跟 y 呢，当然是我们要去解的。它有整数解的时候呢，若且为若，我们这个 d 值呢，它会整除 ab 的 GCD 啊。那原则上呢，这个定理当然比较关键的部分，也就是你如何去找到这样的一个 x、y 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个Euclidean algorithm 是怎么去处理这样的 Diophantine equation。我们主要这里要去解7812乘以 x 加上6084乘以 y 啊。那我们知道之前已经知道它的 GCD 是36，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是要把这个 x 跟 y 把它解出来。那原则上我们的这边呢，我们这个有 Rk RK 代表这是我们的被除数、除数、余数等等啊。那这个 QK 是每一次除法的一个商。那这个 SK 跟 YK 呢，那这个是附带额外的一个资讯它当中它满足了一些条件啊。那其实我们要先看，也就是这个 SK 跟 YK 呢，它有个初始条件，也就是 S0 等于1 ，S1 等于0， Y0 等于0 ，Y1 等于1。那另外呢 ，SK 跟 YK 呢，它有满足了这样的一个递回式子啊 ，SK 加1等于 QK，SK 加上 SK 减1，那 YK 加1等于 QK。YK 加上 YK 减1，那我们可以看它这个一个计算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先把我们的7812先填进来，那这个时候是 S0 是1，Y0 是0，然后接下来再把我们的6084填进来。然后我们做这个除法，我们知道这次的商是1。好，那在下一次得到的，在刚刚的一个除法，我们得到余数是1728。那6084除以1728，它的商是3啊，这个我们之前知道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求的是 S2 跟 Y2 的值。那基本上它就带下面这个递回式啊，也就是换句话讲呢，也就是前面的这个上一次的商乘上这里的 SK 的值再加前一个啊，所以等于1啊，这个1乘上1再加0等于1。那我们继续看，我们这里关注这个 SK 跟 YK 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接下来的除法，我们得到的
商是1，好，那我们这个3是怎么来？这3乘1加0，这个4是3乘以1加1，好，我们继续。好，在这次除法，我们得到商是1，这个4是由3乘以1乘以3加1等于4。那这里的 yk 是1乘以4加1等于5。好，那这次除法的商是比较大，是11。那这里7呢也是由前面2个的 sk 所得来的1乘以4加3。这里的9是1乘以5加4，以此类推。这里的81是11乘以7加4。104的话是11乘以9加5。好，最后呢，我们得到最后的 sk 跟 yk， 这个2乘以81加7等于169，2乘以104加9等于271。基本上呢，这些的资讯呢，它会满足下面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呢是 rk 等于-1的 k 次方乘上 sk 乘上 a 加上-1的 k 加1次方乘上 yk 乘上 b。基本上呢，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式子呢，我们大概就可以解出我们的 sy 的解。那这一连串式子呢，事实上它的检验也并不是很困难的。好，因此呢，我们最后解出来的值，因为我们刚刚的最后这个我们一直是做到6的地方再下一个就是0了所以我们最后的这边的话，所以我们 s 呢是81，y 的话是104。乘上-1，因为-1的7次方等于-1，那所以我们呢得到一组特殊解。那我们的通解呢，当然还要包括后面的在后面一项的那个 sk 的值。那一般的通解的话，就是81减掉169乘上 n，y 等于-104加上217乘上 n，当中的 n 呢，当然是为一般的整数。那像我们这个东西呢，我们当然也是可以把它程式化。我们的程式呢，基本上也就是刚刚的演算法的一个实作那原则上，我们这边呢，我们是定一个 class defuncting equation， 那里面这里的变数，这里的 sn 跟 yn 呢，当然我们指的是一般来讲我们的特殊解相关的那个 s 值那这个 GCD 当然就是我们要求出来 GCD。那在第3行这里的 n plus 跟 yn plus 呢，事实上指的是会跟通解有关的资讯这个当然就是从我们最后除到最后那个余数为0的那一排。那这是我们一开始的 sk 跟 yk 的一个初值10跟01。那我们的真正在解的方法是在所谓的 self defuncting 的这个方法静态方法里面。那我们要把那个参数 a、b 把它丢进来。在第7行，我们分别把它的商跟余数把它求出来。好，那在第9、第10行，我们这边会利用到它的一个递回式。那原则上，我们大概就是用到第4行、第5行的这样的一个阵列不断的在这边去来做取代的一个动作如果我们的余数如果不是0的话，
我们就继续进行这样的程序。那这里的 A、B 的值就由 BR 去取代。如果 R 是0，事实上我们这动作也就解完了啊。所以我们最后解出来，我们的 GCD 就是我们在这次除法的除数，也就是 B。那我们的 SN， 所谓 SN 呢，就是我们特殊解的那个 X， 也就是我们的阵列 S0 的值。YN 呢，也就是我们 Y0 的值。那15行这边的刚好也就是它所代表的一个通解的那个值。那我们在 main 的方法里面，我们将 A 跟 B 的值把它丢进来，然后透过20行去呼叫这收歹方体的这样的一个静态方法。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整个过程都可以把这些的参数都可以把它解出来。然后最后呢，我们这边就把它的答案这样做一个列印动作，然后我们再做执行的动作。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答案啊。那事实上呢，我们那个 GCD 也就是36。那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把它的解 S 跟 Y 的解把它解出来啊，是 S 的解是81加上 n 乘上负的169，Y 的话是-104加上 n 乘上217啊。当然，我们这 n 当然都是指的是任意的一个整数。